想必现在兴致高昂点进来的您，一定是为了反驳我下的标题，这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请先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和您表达我的想法。这部影片将会分为2部分：第一，向往和法籍伴侣结婚的您，关于法国结婚的程序；第二，和您报告我对法国婚姻状况的观察。小绿晕，是新大鸟。若您第一次点进来，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、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看法国的2、3事。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，欢迎您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当今天您的法籍伴侣戴着戒指和您求婚，而您决定和他携手步入婚姻，这时候身为外国人的您有7步骤需要先了解。第一，您可以直接到贵法国住所的市政府 mairie 领取清单，再不然也可以选择法籍伴侣的父母居住地的市政府 mairie， 也就是说，在法国仅能选择您现在法国住所或法籍伴侣父母户籍地的市政府 mairie 办理结婚登记。第二，一般结婚会认定双方的财产合并。若您和您的法籍伴侣希望婚后财产分开，则需要事前在公证人 notaire 的见证下签订婚前协议 contrat de mariage。第三，确认所有文件都备妥后，即可到市政府 mairie 做缴交的动作。这时候需预约办理结婚登记的日期。这是因为法国采用公证结婚的仪式婚，和台湾现在施行的登记婚不同，是需要市长主持证婚仪式的。通常平日大家都要上班，而法国因延续天主教的传统，周日要礼拜不上班，所以周六是对新人们最热门的时段。第四，在法国登记结婚前，新人们会被要求分开面试，这是为了确保彼此有感情基础，而非假结婚。第五，举行法国仪式婚当天，除了新人们和见证人、市长外，双方还各需推派1位至2位的伴郎伴娘陪同出席当见证人。第六，若新人们有信仰，像是天主教徒，可以在市政府 mairie 登记结婚后，前往教堂等地举行额外的宗教仪式，或是想要宴请亲朋好友的新人们，也能直接前往预约的婚宴场所，像是有新人们会选择有城堡的庄园或是豪华邮轮等。第七，若确定在法国完成结婚登记后，希望在台湾或是外国有同等效力，请别忘记做转录的动作。诚如标题所写，待在法国迈入第5年的我，看到身边所认识的同才们，多数为重组家庭或单亲家庭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家长要么已离婚，或是离婚后再婚，所以继父母和非同父母所出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的情况蛮常见的。反而周遭的年轻人情侣以年为单位计算在一起的时间长度，10年以上的大有人在，所以可以推测，一纸婚姻似乎无法束缚爱好自由的法国人，反而彼此最自在的关系，则是没有任何承诺的交往。在此声明，以上所述皆为个人资料库所出，并非代表所有的法国人。当然，若您的法籍对象值得您托付终身，那是最好不过的情况了。先祝福您新婚愉快，百年好合。看到这里，您可能没那么心动，也不会马上行动，但我还是在这边重述等级。影片重点有7：第一，准备所有结婚所需文件，并注意文件效期；第二，和法籍伴侣讨论是否办理婚前协议 contrat de mariage；第三，缴交结婚登记文件后，预约结婚登记日期；第四，新人们需要分开做婚前面试，以防有假结婚的情况发生；第五，结婚登记当天需至少2位见证人陪同出席；第六，是否有宗教信仰的额外仪式和开设婚宴宴客都取决于新人；第七，是否在台湾或国外做登录的动作也取决于新人。上述所提到的所有相关网站资料都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资讯栏中，供各位参考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。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欢迎按赞分享。若你有任何疑问、心得或建议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Salut。